我安排助手在实验对象的生活中人为的制造一些遭遇。人为制造遭遇？对，这样就可以让他们按照我们的设想去恐惧，去思考，去行动。换句话说，去成为我们想要他们成为的人。第一个实验对象是沈香，他所遭受的刺激是恐怖的味道。我安排助手跟踪沈香，将他绑架，在他最恐惧的时候告诉他，记住那个味道，你这辈子都会带着我的味道回去。第二个实验对象是谭记，他所遭受的刺激是恐怖的空间。有人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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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把我一个人关在这儿！有没有人啊？我要回家，放我回家！第三个实验对象屈蕊，他所遭受的刺激是恐怖的物体。第四个实验对象薇薇，薇薇，我和你周爷爷从今往后就搬到福利院去了。纸上是地址，你不认识的字儿，我已经用拼音标出来了。如果你到了这里，记得按照地址去找我。薇薇那会儿才6岁，我安排助手在他学校的厕所里扮作鬼来吓他，因为我希望他所遭受的刺激是恐怖的想象。朱老师，是你害死了薇薇。没错呀，是我害死了他。是我的虚荣，我的所谓理想害死了他，所以我想尽一切办法去赎罪，毁掉了实验，赶走了我的助手，离开了心理学行业，用我所有的积蓄创办天使。我要好好培养这些受过伤害的孩子，以此来弥补我前半生造成的罪孽。后来我发现我所做的一切弥补根本无法与沈香、谭记和屈蕊他们当年所造成的伤害无法比拟。从罗家
下海的案子开始，紧接着的地下迷宫、玩具熊，我知道他们的痛苦开始逼迫他们采用偏激的手段来治疗自己，他们要把当年的害怕消灭掉。你是说心理剧？对，这是治疗 PTSD 的一种方式，分为叙事、重新演出、宣泄和仪式4个阶段。患者通过对过去伤痕的重新展现，克服自己的心理阴影。也就是说，教化场的成员全部由当年的实验对象组成，他们找到彼此，然后组织起来，互助犯罪。从地下迷宫案开始，我明显地感受到了一种奇异的仪式感。他们在重新演出当年给他们造成伤害的场景，但是我发现有人篡改了心理剧的结局。真正的心理剧应该是以治愈为目的，而不是将当年对你造成伤害的人杀掉。有人在利用当年的实验对象，达到自己的目的。周老师，您当年只做了您刚才所说的4个实验吗？但是最近一起交换案，梁3号身上画满了红圈，代表的是抛开皮肤。您当年有没有做过第5个实验，类似于恐怖的痛觉？没有，微微是最后一个了。等等，您当年的实验对象中有没有一个叫陈哲？没有。陈哲是我的助理。你这辈子都会带着我的味道，挥之不去。我是刚来你爸公司的，走吧。电影快开始，咱们一边看电影一边听报。不要把我一个人关在这儿，我要回家，放我回家。就在昨天晚上，我突然听说陈哲一直就在这个旅程室里。本来我想去他的诊所问个明白，可是他人不见。问您几个问题。第一，当年的实验中，您只派了陈哲去实施的吗？第二，针对沈香的案件中，您要求过陈哲强奸沈香了吗？第三，您当年放弃实验之后，陈哲去了哪里？他告诉我他去了美国，去了哈佛。我明白了。我想，江培尧、沈宝强、梁子豪，你当年并不认识吧？对啊，可谭季、曲蕊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些无关的人当作心理问题的象征来杀掉呢？他们当年根本没有参加过我的实验。谭季、曲蕊他们被陈哲利用了，也就是说，当年的教化场计划并没有终止。对不起，到现在才告诉你这些。当我知道谭季他们可能是案的时候，
我觉得这一切都是我自己造成的，我不能再一次出卖他们。我明白，你是在同情他们，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当年所做的实验，让这座城市变成了一个巨大无比、危机四伏的教化场。哈哈哈哈哈哈！梁宇，你怎么样？怎么这么长时间没有联系我？啊，还好。那就好。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陈哲很危险，最近不要跟他接触。实际上，今天上班我发现他的办公室已经空了，能告诉我他犯了什么罪吗？组织杀人。明白了。注意安全。好，你也是。16岁，我在老家跟小孩打架，打输了，半夜扔了留在石灰斗他们家池塘，杀了整整一塘鱼。19岁做地下六合彩，搞得镇子里2个老人输光家产，自杀了。25岁贩木材，就他妈我的山上闹虫灾，长得不好，所以我就把别人家山烧了整整3天，天上飘了半个月的黑灰。哈哈，30岁我就牛逼了，走私，半个海关全是我的人，所以该被教化的人是我。教化场表面上仁义道德，一视同仁，实际上也就是一帮欺软怕硬的孬种。你们所谓的教化社会，无非是追逐名利，来满足你们自己内心龌龊的欲望。你们想证明自己，那就来教化我吧。怎么，是来抓我的吗？哼，就你坦白那些事儿，足够把牢底坐穿了。万物命运自有天定，如果2位真想抓我的话，就带拘捕令再来抓我吧。梁先生，知道您这几天过得很艰难，但是不要以身犯险。您这样做于事无补。我梁四海做什么事情没人管得着。2位如果不是办案的话，就请离开吧。各位，
斯金纳，美国心理学家、新行为主义学习理论的创始人。斯金纳箱则是他的一项最著名的研究成果。将一只小白鼠关在一个有按钮的箱子里，小白鼠不按按钮，箱子通电。于是小白鼠学会了按按钮，但遗憾的是，一旦箱子不再通电，小白鼠按按钮的行为将会迅速消失。这就说明，一旦惩罚消失，行为模式也会迅速的消失。长远来看，惩罚并没有为行为带来显著的效果，在现实生活中，反而惩罚会带来严重的反效应。这就说明，他们完全误会了纳金斯。斯金纳，对，斯金纳，斯金纳。好个狡猾者！我们跟踪到了他们的信号，他们劫持了多个摄像头，还是通过前3次杀人时使用的端口。我上次已经在系统里释放了几千只木马，应该可以锁定杨云的位置，但是最快也要10几分钟才能锁定他们的位置。没问题，尽你最大努力。看这些沙土下陷的速度，沙子和灰土的比例来看，沙子的含量至少70%，杨云一定被埋在绿藤十几处松软之地，没几处吧？绿藤是个海滨城市，纯沙地好找，像这种沙土混合型的地貌相对松软的地区，目前地震局的网站上列出的有云山风景区、清水河下游河滩、五矿，还有下沙沙市场。哦，对，我已经追踪到摄像头的信号位置。太快了，还不到1分钟。没错，木马都聚集在那里。摄像头信号的频段和上次教化场使用的特殊频段一致，估计是黑客这次太大意了。梁思海，怎么是你？你把杨云藏哪儿了？唉，真的好热。这么热的天，不知道杨云在地下能坚持多久。坏！梁思海，杨云跟你无冤无仇，你绑架他究竟是为了什么？那你说，你杀了我儿子，到底是为什么？梁思海，你胡说八道什么啊？梁思海，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你被骗了。教化场现在确认了3个人，一个是催眠师 Z 先生，一个是黑客 Q 小姐，还有一个执行者 D 先生。一个是学了心理学的天才催眠师，一个是整天抱着电脑的黑客。
还有一个是脾气暴躁的知识，不就你们仨吗？方墨，来不及了！你们这边有没有发现？没有，你们俩那边。不壮观。我数3个数，你再不说，我他妈崩了你！好，不如我帮你数。3、2，准备好了吗？我要喊1了。田伟，把枪给我！这是一片典型的2级可开采砂石地。我们脚下所处的面积大概是3.5。从视频里看，砂石下陷的速度，算上这一整片沙地的面积，套进压强公式，我认为杨云大概埋在地下3米。杨云的木箱长宽高都是1.2米，木箱上方的砂石填充到视频里现在所呈现的程度，3米之上的地面大概会下陷超过4厘米，也就是说，会出现一个直径大概1.2米的微小凹陷。找到了吗？找到了。我刚才只是骗你的，随便说了几个数字，但是你刚才下意识的反应没有骗我。跟我来，走。警官，什么事？来。快，没时间了。不行，我靠，四周全被惊死了！快！快！赶紧拿枪棍，快点！好，拿过来。小雨，学校，学校。不行。
怎么样？感受到我的痛苦了吗？啊！我靠！先生您好，怎么了？警察杀人了。是吗？哎呀！方木警官，请问你为什么要当场手刃嫌疑人？这就是所谓的这是方木警官在直播中枪杀嫌疑人，证据确凿。梁四海指认教化厂存在于警方内部，方木警官是否因为这个原因而灭口？编剧，方木，别说了。局长，这事儿吧，他真有误会，还误会。我误会什么？你动不动脑子？记者为什么这么早就知道？全市的老百姓为什么这么早就知道？你动脑子想想行吧？犯这么低级的错误，我从乔教授那儿就知道了，方木不适合当警察。他对正义和善良有一种独特的坚持。原来以为只有邪恶残忍能毁掉一个人，可没想到过于执着的正义和善良也能。我一直认为方木是个天才，他能从曾经陷入的深渊中爬出来，可他还是掉下去了。大伟啊，当初咱们让他当警察，是不是就错
错了。你别想了，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了。走吧。这儿的空调真不错，露天又通风，常年跟室外一个温度。最关键的是，蚊子还特别多。你找到了梁思海，然后催眠了他。风木，我是在保证他的安全。他在公众场合公然挑衅像教化场这样的犯罪组织，他的思想很危险。所以你就让他成为你的棋子，完成你的目的。你错了，这根本不是我的目的，这只是你自然而然的想法。这也充分证明了斯金纳核子的理论是正确的。杨思海杀了杨云，你愤怒而开枪，你的负向刺激改变了你的命运，不也证明了这句话是对的吗？为了完成你的目的，为了你所谓的理想，你可以不顾一切杀掉任何人来完成。你最亲近人、最熟悉的人也不放过，对吗？原来魔鬼也会流眼泪。风木，你真是善良的可以。你用你脸上的那双眼睛去看别人，却怎么也看不清楚我的内心。我可以动用一切办法把你救出去。这个世界上缺的是像你和我这样的人。低头干活的人太多，抬头思考的人太少。腐朽、阶级、立场，这个世界不像你想象的那样温柔而干净。他们需要被改造，需要变革，需要教化。而能完成这件事情的，就是像你和我这样痛恨犯罪、渴望正义的人。方木，只要你愿意脱下身上这层伪装，只要你愿意面对真实的自己，只要你愿意
改一个新的身份，我们一起去做新世界的神。承认吧，方木，其实我们是一样的。按规定，开车不可以穿拖鞋的。大哥，我这看这天太热了，咋整？大哥，你赶紧抽根烟吧。哎，我不抽的，我不抽的。哎，大哥，这有人遮挡后排，大哥。哎，你不能走的。大哥，你慢点，大哥。一切正常，预计1个小时后抵达，请做好交接准备。停车！停车！怎么回事？不好意思，前面车牌有遮挡，请你把它撕下来。哥们，抽烟吗？分手了。是那边，是这边。兄弟，有你个人，这个人你见过吗？嘿，站住！有建议，别跑！上那辆车，快上那辆车！慢路！谢了，哥吧。
应该的。台北接下来怎么安排的？走一步看一步吧。小心啊，很危险的。喂，先生，搞定了。好，10分钟就到达。我知道了。台北，不是台北，是我。这张照片你找了很久了吧？我也是因为这张照片，才知道了跨境人口贩卖的真凶，才先你一步完成教化。如果你还能见到台伟的话，麻烦帮我转达一声谢谢。谢谢他知法犯法帮你越狱，也谢谢他再次帮我证明了，所有的人都想要侥幸地逃脱法律的制裁，而在法律之上。教化场却可以完成对一个想要从监狱里逃走的警察的最高审判，我们才是最高的正义。距离新世界的到来还有10分钟。正义也包括你以治愈为借口，欺骗谭吉和曲蕊，篡改心理剧码。哦，周老头都跟你说了是吧？不过可惜呀，他跟你说的太晚了，你到现在都没有弄清楚。那3个仪式到底蕴藏着什么样的含义？没错，我们都被你骗了。你从一开始就借着治疗曲忍和谭吉的 PTSD 为借口，而实际上是想利用他们通过杀人来实现教化社会的真实目的。第一个地下迷宫案，你以治疗谭吉的无方向感为借口，在蒋培瑶和申宝强相遇之前，将其绑架到秘密空间，在询问方向的时候，将其电击致死。都是哪个方向？是哪个方向？都是哪个方向？最后将其抛尸到地下迷宫这个与方向有关的场景当中。但是，你为了达到你自己教化社会的这个目的，在蒋培瑶的尸体旁边加上了那些曾经他跟踪过的女孩的照片，将现场偷偷地伪装成一种上帝的审判。
第二个，福尔马超市玩具熊案，你在治疗田菲菲的时候，知道了她的心理阴影和痛苦的根源。我经纪人居然还想帮我接一个卫生巾的代言。A 点 A 点，申宝强在你附近往东50米左右下的车，跟上去，别惊动他。中介，于是你以治疗区域的羞耻感为借口，你将申宝强抛尸到福尔马超市的展示柜上，整个现场被你第二次伪装成了神对有罪之人的裁决。我们在现场发现了申宝强的录音笔，在其中发现了类似于催眠的信息，但里面有一段环境音是催眠师无法改变及伪装的，听一下。快了，就是你刚才这个动作发出的声音。但其实这只是你故意为之的陷阱。你在申宝强的录音笔里故意留下了证据指向自己，让我们把你关了起来。但是谁都没有想到的是，这是你设下的第二个陷阱，利用我们帮你完成一个完美的不在场证明。我以前一直想不明白的是，梁泽浩是死于自己想象出来的疼痛，而你那个时候又被关在看守所里，你到底是如何完成这种远距离的催眠疼痛？那么答案就只有一个了。你和梁泽浩之间还存在着一部录音机，只不过我们没有想到的是，你这个录音机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你是说他远程催眠的介质是个人？你催眠了谭记，让他用你的方式催眠了梁泽浩。你假装自己也是10年前那场实验的受害者，将梁泽浩的尸体挂在了绿藤市穹顶之上，在最可能触碰到神的地方，突然飘来了一具尸体，犹如上帝对卑微犯罪之人的裁决。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能教化这个社会的呢？陈哲，从开始到现在，你所有卑鄙的行为即将昭然若揭。方木，除了一点之外，你说的都对。可是有什么用呢？他们都已经死了，他们已经对这个社会做出了他们自己应该有的贡献。因为我的存在，蒋培瑶、申宝强、梁子浩他们才死得其所，死得重于泰山。陈哲，你杀了那么多无辜的人，难道在你心里面，你就一点忏悔都没有吗？无辜？他们被金钱所诱惑，参与了10年前那场磨灭人性的实验，他们怎么就无辜了？这是你撒的第二个弥天大谎。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巧合？为什么所有刑案的嫌疑人刚好是10年前教化厂的实验执行者？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巧合。如果身份可以发生重叠，那么答案就只有一个了。有人为了达到自己某些不可告人的目的，把根本就没有参与过实验的蒋培瑶、申宝强还有梁泽浩伪造成了当年的实验执行者。你用催眠的方式逼迫他们3个人承认自己就是当年教化厂的执行者，从而让谭吉和曲瑞相信你真实的在为他们治疗。你是不是参与了10年前的教化厂？快了！你将进入更深层的睡眠当中。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就连罗家海和沈香也在你的考虑范围之内吧？他自杀了。
没救出来。没有关系，有你和屈原就足够了。好，我知道了。就算是你说的这样，我让他们相信眼前这个人就是当年伤害过他们的人，这有什么错？而且我的目的是治好他们的 PTSD。陈哲，当年的实验者没有别人，从头到尾就只有你一个。当年的实验中，您只派了陈哲去实施的吗？第二，针对沈香的案件中，您要求过陈哲强奸沈香了吗？你瞒着周国清教授，私下里加强了对他们的刺激和伤害。有人吗？有没有人啊？我要回家，放我回家！心理剧的最终仪式是以感化为治愈的最终目的，而不是通过杀人这种刺激。这种恶念只会让人越来越严重。陈哲，你自以为是一个能够改变这个社会的审判者，但是你只不过是一个利用别人的心理阴影来达到自己卑鄙目的的另一只可怜的小白鼠而已。方木，如果是在最开始的时候遇到你，如果你不是警察的话，我们会成为很好的朋友，我们会干出一番大事来。利用教化场教化人心吗？难道不是吗？方木，我现在站在这里，而你被绑在那里，这不就是斯金纳理论的最佳证明吗？你受了刺激而开心。换句话说，你被我控制了你的行为，进而控制了你的命运。你真的认为周国清放弃那个实验了吗？天使堂、教化场，多么相像的两个词。我们做的事情也是一样的，我们都在教化别人，只不过他用的是奖励，而我用的是我们曾经为之努力的惩罚。别把你的行为跟周老师归到一起。方木，就连你这种意志坚定的人都可以被教化，外面那些平庸的人有什么不能被教化的？周国清当年做的没有错，同样我现在做的也没有错。行为科学可以改变世界，这一点我仍深信不疑。我可以塑造人类的行为，强化人类行为，同样我也可以消除人类的行为，消除犯罪。现在这个城市里边，犯罪率几乎为零，不就是最好的体现吗？方木，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我用来拯救世界的办法。未来不是掌握在军人和政客的手里，而是掌握在像我一样的行为学家的手中。你有什么资格去安排别人的命运？你以为你是谁？古往今来，人们一直在忧虑，到底能否真正掌握自己的行为？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到底可以掌握到什么程度？现在我就可以回答你这个问题。在这种意义上，我就是神。人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他们不是你实验里的小白鼠，他们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感情，他们也不会被任何恐惧所支配，更不会被任何人去改变自己想走的人生。即使罪恶丛生，他们也会在黑暗中继续前行，这才是人活着最大的意义。陈哲，
你只不过是这个实验的另一种牺牲者，你只不过是斯金纳盒子之外的另一只小白鼠。你看里面的世界，沾沾自喜，却没有想到自己早就已经被斯金纳盒子影响，步入深渊。你把活生生的人装入斯金纳盒子的那一瞬间，你就已经输了。雷森！在我杀了你之后，人们会知道这个城市里边有一个神的存在，他们会活在我的恐惧之中，从而迎来崭新的未来。我会在最后的实验明谢上打上你和杨云的名字，最后再加2个黑框。新世界到来了。新的世界，让他先沉睡吧。你好像很仇恨那只杯子啊。你懂什么叫仇恨吗？仇恨就像这陈年的茶垢啊，难以消融，最后巴不得连自己一块销毁。知道曼德拉吗？哎呀，少在这装哲学家。曼德拉说过，当我走出监狱，迈向自由大门之时，我就清楚，我若不能把仇恨和痛苦留在身后，那么其实我人还在狱中。你试试，用点小苏打，蘸点盐，可以洗得更干净。有柠檬的再加点也好使。你早就猜到我会去找他。不是猜到，按照你的性格，你一定会去这么做。果然，你带着自己的计划找到了梁思海，告诉他，我就是教化长。杨总，刚刚给您打电话的就是我。你教他绑架杨云，教化杨云，以此来报复我。我们已经揪住了你的尾巴，所以你这一次是为了自己能够继续教化厂这个事业而扫清障碍，对吗？但是转天梁思海就把你吩咐给他的计划透露给了我们。我们决定将计就计，跟着你的思路走。杨云今天晚上要去诊所取文件，诊所的后门不会上锁，他已经在砂石场为我预备好了一切。别忘了你们的约定，一定要把他全部救出来。老师，我知道你很难相信陈哲用的第二种身份，但前面3起凶杀案都确定是陈哲的偏执所导致。既然陈哲选定了你，我们希望你能配合我们，将这出戏演下去。你可以？没问题，还好，不大不小，刚刚好。这是一个立方体，我在箱子的顶盖做了设计，砂石下陷的速度大概是每分钟15到25公分之间。我会在你身体上方砂土的压强给予更高的密度，砂石下陷大概2/3的时候，摄像头就会被挡住。但是这个时候，你呼吸的空间也非常小。这个氧气瓶可以为你争取更多的时间，我会在这个时候尽可能的把你救出来。没想到你还会变魔术呢。以防万一。
一切准备妥当之后，梁思海按照你的计划绑架了杨云，将他埋到砂石场。我已经追踪到摄像头的信号位置。太快了，还不到1分钟。估计是黑客这次太大意了。正如我们没打算从那次假叫话中找到你，你也根本没有打算让黑客参与到你的局中来。就是因为系统如此容易被攻破，才更让我们确信了你的阴谋。事先，我们为你制作了一个精美的视频，里面有你希望看到的一切。再加点血啊！够了吗？再来点，别舍不得。可以啦啊！这死的又不是恐龙，这是人。唐优，等一下，千万别搞砸。放心，一定掐的比传染倒计时还准。其实，你最想看到的，不就是在全部人眼皮子底下，我开枪的那一枪吗？这并不难，我们只要在最合适的时间，给你看到你最想看到的画面。怎么样？感受到我的痛苦了吗？其实，两段视频的衔接并没有那么天衣无缝，只要你没有那么激动，是可以看出破绽来的，对吗？别激动，再让我们说说我们是怎么来到这里的。我被抓进了监狱，如我们所愿，你相信了我成为了凶手，一起去做新世界的神。我们可以开始了。好，你放心的开始了对我的教化，同时与你的同伴们在网上再次见面，而这正是唐优攻破你们黑客系统需要的最关键时刻。刚刚做了一个木马，已经释放在系统里了。现在就是守株待兔，只要这个兔子现身，哪怕只是露个耳朵尖儿，我们就能把它抓了。搞定！你看啊，现在一共是3个人，一个是 Z 先生，一个是 T 先生，还有一个是 Q 小姐。这个 Z 先生呢，应该就是陈哲，这个 T 先生就是谭记。那么这个 Q 小姐呢 ？Q 小姐就应该是把你耍得团团转的曲蕊。看我干嘛？看屏幕。抽一根吧。好转。怎么回事？不好意思，前面车牌有遮挡，请你把它卸下来。逃出来了，接下来就看看自己了。
跟上去。人只能是目的，不能是手段。